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这一集影片呢，没有错，就跟你们在标题还有封面上面看到的一样，我们要来聊 brake 刹车失灵这一件事情啊。这个刹车失灵的事件呢，最近真的是闹到沸沸扬扬啊，尤其是某个 C 品牌的车款啊，就有被人拍上网投诉，讲他的车踩 brake 不会停，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哦，而且也把车拿去给他们的 service center 做了检查。检查出来都没有事情，他自己用着的时候，就有一天他开在 highway 上面，突然间又来发生这个刹车失灵的事件了。哇啦喂，我是觉得这个刹车事件有一点危险啦，因为如果一直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一直都在强调减速是重要过加速的。所以不管你的车马力有多大，torque有多好，然后你加速有多快，你的车如果停不下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影片开始前，让 VEST 带给大家豪华 MPV 的乘驾体验大跃进。VEST 的全新 Ruby I 系列车载主机是专门为你们的 Alphard Wildfire 而生。VEST 的 Ruby I 系列主机拥有目前市面上顶尖的 12GB RAM 加 256GB 的 ROM， 搭载日本 JRC JM5532 Terrier Power 处理器，以及目前最高端的 UIS 7870 SC 基带。主机内置风扇调节和温度观测VEST 更有内置的 DTS 数码影院系统，精准调节声音效果，音质细节堪称就是数码影院啊，非常的通透有力，而且还可以通过 Google Play Store 即可轻松下载你喜欢的 Apps 啊，直接用这个荧幕就可以实现你的 VEST、你的 Google Map 的功能了。它的这个 screen 啊，动起来非常的 smooth， 而且它的画面真的很高清，在太阳底下你也不会觉得它的那个色彩饱和度或者亮度不够，阳光底下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画面。这个360的功能非常的高清，它就是可以让你自由拖动。你如果在一些 parking 比较狭小的地方，或者旁边有龙岗的地方 parking 起来，可能你会担心会不会掉进龙沟啊，会不会撞到旁边的垃圾桶，你就可以通过这个360全景摇览图画面，你就可以看到旁边有没有障碍物或者有没有龙沟洞了啦。而且还有3种酷炫主题，智能切换白天黑夜模式，还有自动检测车门状态的系统功能。VEST 的 Ruby I 系列车载主机让你们的乘驾体验更上一层楼，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讲到 brake 呢，不针对这一件事情啊，我先讲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因为我时常都有跑10磅嘛，雪邦赛道。那跑雪邦赛道呢，我们的驾驶方式跟一般在公路上驾车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是有机会踩油，我们都是 full throttle， 一脚踩到底，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圈速的时间缩短嘛，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的加速。那在减速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会选择用最短的时间把车的速度控制下来，然后进弯。那我自己跑过那么多次赛道，我自己也开过好多台车跑赛道，有没有试过刹车没有力啊？还是我身边有没有遇过刹车失灵事件啊？其实是有的，好比我们的阿六之前就有跟我们去跑赛道啦，然后他的车是遇到一个刹车失灵，那为什么会完全没有 brake 呢？是不是 Honda 的车不能啊 ？Type R 不能啊？其实也不是啦，就是因为我们用那么激烈的方式在驾驶，难免会把这个 brake 弄坏或者消耗。那他的车呢，是因为前车主有自己去换过这个 brake hose 啊，然后这个 brake hose 的 quality 可能没有很好，所以当他在一脚刹车下的时候，那个 brake hose 断掉，所以就没有 brake 了啦。那这个我们接下来会放一部影片，专门就是讲解那一天发生的整个情况，还有讲解一下 Honda Civic Type R 在没有 brake 的时候怎么办啊之类的。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集影片是当天我们在10磅拍摄的，但是今天这一部影片会先出来啦，就是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怎样应对。它的应对方式就是降档，美诺车可以用降档的方式把车速慢慢降下来，然后再继续踩刹车。虽然 brake hose 断掉了，可是不是断两边嘛，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少许的刹车制动力，所以可以把那个车安全停下来，这一点还算是好踩啦。我自己也是有试过，就是把刹车皮用完，我在跑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注意到，踩刹车的时候就没有 brake 了。那我的方式就是反复的踩刹车，然后用降档的方式把车速
速减低下来。那我记得那时候我驾 Satrian Neo 的时候哦，就把我的 brake 皮用完了嘛，现场又没有 brake 皮让我换，我又要把那台车开回 hotel， 那台车是几乎没有 brake 了的。所以呢，我就用 handbrake 的方式来停车。当然，可能有些人会想，你用 handbrake 的方式停车是不是很危险啊？会不会拉一下 handbrake， 整架车的巴累啊、旋转啊、漂移啊？这个其实是不会啦。我的 Satrian 后面是用 disc brake 的碟刹式，所以是会比 drum brake 来的更加次。可是，在我拉刹车的时候，它的制动力是缓慢让这辆车停下来的，甚至我觉得还不够力啊，我还要拉很大力来给那个车停，尤其是红绿灯，我没有加很快啊，我可能加30、40这样。开到不行的加慢慢，红绿灯的时候我就要哇拉很大力，那个车才会停下来。当然我们的脚也是要踩刹车啦，因为如果你拉 handbrake 罢了是没有刹车灯的啊，那个脚还是要踩 brake， 给后面的车知道你在减速，这个非常重要。那在赛道里面我也是有试过新车 ，OK， 某个品牌的新车，我们拿来4圈速，也是加到没有 brake。哇，刹车器不能了，刹车器过热了。不是刹车皮用完哦，也不是刹车皮坏掉，还是刹车盘坏掉，而是激烈驾驶过后，原装的刹车皮跟刹车盘它不能耐那个高温啊，温度一旦高，一旦超过它的 limit， 它就会没有 brake。踩刹车真的是没有什么要停的那一种，当前面有车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的，你会很担心去撞到人家的车。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车冷却下来，再出去跑，然后每一次跑不要跑太多圈，不要跑到太激烈，这个是我的一个驾驶方式啦。当然，我们开赛车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 brake、我们的刹车皮、刹车盘、刹车油都非常有要求，所以在赛车的时候就很有信心啊，因为不是一般的街用的那些刹车皮、刹车盘的东西。那讲回这个某个品牌的车，它的刹车故障的问题，我自己的个人见解啦哦，不代表任何一方啊，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车主他比较激烈驾驶，然后刹车皮过热，然后就会造成他的 brake 力道耗损，就是比较没有力了啦。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在看他的 video 的时候，我看到他是开着Sport Mode， 车油也用完了，那个温度也很高，高到60多度，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他经过一番激烈驾驶、激烈的踩刹车过后，那个 brake 就慢慢没有效果，造成他觉得这个 brake 是故障的。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想啊，当然我也不能代表车主，也不能代表任何一方啦，这是我的猜想罢了。为什么我去 check 的时候会没有事情呢？因为冷却了嘛，冷却了过后，这个刹车皮又 OK 了，它又回到一个正常的工作温度了，所以查不出原因啊，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品牌方呢，我看到是非常用心啦，因为一直有 follow up 这件事情，有把车主的车，就是那一辆车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新车，是把车主的那一辆车拿去 Puspakom 做验车。Puspakom 是什么东西呢？ Puspakom 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电脑验车机构，就是我们平时做买卖车的时候也是要验车，证明你的车是 OK 的才可以做到转手。然后他们就把这台车拿去做了一个 10 point 的检查检测，然后报告出来也是列明每一项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有一点奇怪了，因为我有 post 在我的 Facebook， 有些人就讲啊，是不是 Puspakom？是不是这个验车机构不老实啊？这件事情闹到那么大嘛，对不对？如果你是 Puspakom 或者你是这个车商，你还会去用钱收买这个验车报告吗？万一如果被人家督爆出来的话，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闹到非常的大。你是一个国际品牌的一个车商，你的名声就扫地了；或者说你是一个 Malaysia 权威的一个验车机构，你的名声也扫地了。所以如果你是其中一方，你会接受吃钱，或者你会接受给人家吃钱吗？这个 risk 太高了，我觉得没有一方会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塞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啦。那也有人讲我是收钱来讲这些东西的，这个我也是觉得很无辜啦，很无奈啊。你看啊，我们每天不是每天啊，就每个月几乎都有新车发布，或者一些汽车新闻消息，都是品牌方会发新闻稿给我们。假如说是新车发布，我们收到新闻稿过后，我们会把这个新闻公布出去嘛？那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我们收到这个新闻稿是讲他们拿这个车去Puspakom验车了过后没有问题，一切检查都是正常，你就讲我是收钱了，我也只是把我收到的这个新闻稿传达出去啊，也是在做一个跟新车发布一模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发布这个消息给大家看到啊，不然谁来发布？难道是你吗？不可能嘛，车商也联络不到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是一个桥梁，就是把这个东西发布出去。那我就被人家讲我收钱了，我发誓啊，我真的是对天发誓，我没有收品牌方的任何一分钱，我也没有收Puspakom的任何一方
钱。那反而我看到很多 comment 是更像收钱的啊，就是枪手去攻击这个品牌方，攻击这个 Puspakom，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啦。我觉得马来西亚很多人比较容易受到网络上面的一些谣言、一些传言影响，马来西亚人也比较容易人云亦云啊。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其实也没有真正去查明真相，自己也不是车主，就是想要攻击一下罢了，就是想要参一卡，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健康啊，这个文化。所以如果大家可以保持中立，大家一起理性的分析这一件事情，可能也会跟我一样觉得这一件事情有一点怪了。那刚刚讲到的 Puspakom 验车呢，可能就有人讲为什么要交给 Puspakom 验车？因为 Puspakom 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算是权威的验车制度的一个中心，除非有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那品牌方可能也可以去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去验车啦，但是好像没有啦，以我的认知是没有。那不可能给树下的一个修车安哥去验车嘛，对不对？这样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啊，可能你就会讲那个修车安哥是收钱，所以不管给谁验都是收钱，这是马来西亚culture。品牌方自己也是有做了这个检查，自己也是有验车，没有问题。如果他没有把车拿去 Puspakom， 他就直接就发布一个新闻稿，是讲他们自己验了车没有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讲你自己验自己的车，当然讲没有问题啦，对不对？那他交给 Puspakom 验 ，Puspakom 讲没有问题，又讲是塞钱。不太健康就是了啦，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啦。所以大家怎样看待这一件事情？如果品牌方大费周章花大钱去收买某个组织来让这个东西合理化的话，那为什么他不要花这个钱来安抚这位车有问题的事主呢？对不对？可能会更好的解决问题，不是吗？就会更好的平息这个风波。所以不管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我希望都可以好好的处理。我也觉得品牌方这一次他们做的这些动作都是很健康的一个动作来的，毕竟他们一直在 follow up， 一直有在为这件事情负责任跟进这件事情啊，也没有闪闪躲躲。反而我自己的某个品牌的车也是有遇过小小的问题啦。我们以这个表面上来看，我的是比较小事情，我的只是 electric brake malfunction 罢了。当然也有包括一个轰动全球的造假事件，但是没有任何一方来 follow up 我，只有 dealer 他们自己帮我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件事情的这个品牌方给我感觉到是更加的有诚意。 OK， 今天的这个 talk show 大概就先这样子了。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P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